大家好，我是网虫草虾，铁杆汉奸，也是2004年热血汉奸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我读了一位大汉奸凌思云先生写的真实的汪精卫，就找回了我自己家族的历史，也找回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一位伟大的英雄张学良，很了不起，他活到了100岁。他这个让很多人崇拜赞叹。第一个，他发起了西安事变，引起了抗日战争，这是一个民族英雄，是吧？第二个，他手下有30万雄兵，是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美国就相当于这个杰弗逊、哈密尔顿这样的人物了，可了不起，是不是？第三个，他风流倜傥，美人无数，而且都是他的女友都是有身份的人。第一个是谁？就是大清国这个玉帝8000岁溥杰的王妃，叫唐婉仪。她居然成了张少帅的情人，把自己的老公赶到沈阳去学军事，请沈阳的张学良到自己家里来睡觉，换房了。你想想看，张学良在大清国，你也是相当于一个地方总督的儿子，是不是？他能跟这个换床，这多了不起的事儿！那么这样按照大清国的这个伦理，就是溥杰，这不是说这个皇上是臣民的这个父亲吗？君父是吧？溥仪相当于张作霖的父亲，这个地位那就是张学良的爷爷了，比他的祖父还要地位还要崇高。咱们就给他说一辈，说溥仪相当于张学良的父亲，那么溥杰就相当于他的叔叔，是吧？唐婉仪就相当于他的神母，所以张学良跟唐贵妃干出了风流好事，相当于奸了母亲。他有这个胆量，有雄心壮志，敢于打破封建伦理，我们需要好好的反思的。所以后来就有人说，张学良他能奸了这个神母，还能杀了他的弟弟张学成，就是9·18事变的真正的发起人，这个张学成，他还能绑架要枪毙他的哥哥蒋介石。那他为什么是不是也敢杀他的父亲呢？所以有一个历史谜案，就是张学良和他身边的共产国际小组参与了，或者说直接执行了他父亲张作霖被谋杀的这个案子。因为当时送张作霖去登火车回到奉天的那个时候，是有一封密电，讲了这个车什么时候发车的，而且他的张作霖坐的那节花车是在第几节车厢，都是非常详细的。所以当时在沈阳的爱廷共小组才能执行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可能也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参与了，这个不奇怪的。但是绝密情报是从张学良和他身边的人发出的，好玩吧？张学良，我想张学良是有这个胆的，包括他让他手下的这个大将郭松龄发起兵变，逼张作霖让位给张学良。那个时候吓得张作霖赶紧喊完了，他就准备收拾细软，带领家小就准备逃到日本去，真的是想让位给张学良的。后来由于日本人田中义一等等的扶持他的人说，你不能这么着，这么一着以后，这个满洲就全部变成苏俄的了，所以就帮他剿灭了郭松龄。后来老张就很仇恨苏俄，为什么要抄了苏俄大使馆，杀掉了这个李大钊，这样就得罪了这个苏俄，就找死了。其中李大钊为什么被杀呢？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张作霖本身他的父亲是李家招赘到张家的，所以张作霖应该是姓李的。后来他的母亲去世以后，他的继父也是姓李的，
所以张作霖后来他是由于在营口当时投靠了陈独秀的叔叔叫陈衍树，慢慢的发家的。以后等他要进关的时候，因为他一看直系被皖系打垮了，所以他就耀武扬威，也跟大家说：“妈了个巴子的，俺老张这回要进关了，回家祭祖了。”那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在这个美国人那混得再好，他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祭祖的，是不是？这一样的。他祭祖了以后呢，李大钊就劝他说：“你应该祭李家的祖先，我们老李家就有面子，是吧？”张作霖一想说：“我这不行，我已经姓张了。”李大钊跟他讲了2个故事。第一个是大宋朝前面叫大周朝，当时的这个皇帝叫周荣，叫郭荣，他是给他的姑父郭威做养子的。后来继承了皇位以后，他也认祖归宗，改名柴荣。他死后才被赵匡胤传位的。同时还有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江苏有一个吴唐国，他先叫是什么？是当时维吾尔人、沙陀人有一支骑兵5000人，到了淮南帮助一个盐贩子杨行密建立了这个吴国。这个维吾尔人的领袖叫李承嗣，他养了一个小孩，就给杨行密抚养。这同时就是质子，我把我的儿子押给你，你给钱给我发军饷，我为你打仗，是这样的。当时杨行密的这个军师姓徐，这个徐军师后来一直辅佐他，跟建立了南吴，后来又扶持他小孩，后来实在不行，怎么办？徐军师的儿子叫徐知诰，就篡夺了皇位，当上了皇帝以后，他改回了姓李。但是一想他的生父李承嗣名气不是很大的，所以他只说我们老李家原来就是大唐皇族的一支，所以我得改回姓李，改国号叫大唐。这样子他就跟5代那个时候就要跟他们争正统。所以后来等他当了皇帝以后，他从姓徐改回了姓李。所以李大钊劝张作霖以后，这个张作霖他对这些历史不懂，但是听了有道理，但是他说不行，我现在俺老张在日本人都是挂了号的，是不是？你突然让我改叫老李，一下这不乱套吗？不听，不给面子。这样子李大钊就跟他们河北大城李氏宗祠的这个族长就说了：“你可不能接他来认祖归宗。第一个，他这人是土匪，名声不好；第二个，我们这个老家是直系的地盘，是被美国人都承认的。你现在他奉系打过来，万一他哪天败了，他跑了和尚，咱跑不了庙。这河北老乡不得把咱们老李家把咱们老张家祖坟都刨了吧？是不是？这么一来，张家祠堂就不敢接受这个张作霖的认祖归宗。那老张就很没面子，他已经跟他的部属都已经说了，妈了巴子，俺老张要认祖归宗了，对不对？结果怎么办？他就找了部下，刚好呢有个山东人叫张宗昌，他就说，就是著名的狗肉将军啊，大炮一袭红的娘，说得了，咱一笔写不出2张，我到你那儿去挂号。这么说弄了这个5000大洋。那张家祠堂一看，呵，咱们家祠堂多威风，有了钱，还有个大将军、大元帅来认祖归宗，所以山东的张家倒是非常的欢迎张大帅的。但是这么一来，张作霖跟这个李大钊就结下了梁子，所以就非得绞死他，而且绞他的那口绞架，绞死刺杀宋教仁案的洪树主所用的绞架是同一口。那么张学良当时他为什么要敢于嫖了这个唐贵妃呢？这么乱伦，就是因为在1924年的时候，大清和中华民国彻底的垮了。这是因为大清国上位诏书本来是由叫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写的，因为大清本来他自称中华帝国，这个中华是一个蒙古人的概念，叫中央胡拉尔，胡拉尔意思就是贵族联盟议会的意思。选了大汗的所在的地方，就是叫中央大汗，所以他这个中央胡拉尔就被写成了中华这个2个字。他
也自称中央呼拉尔大清帝国，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华帝国是这么来的。它在汉区的部分就改制称为中华民国。当时诏书里还有民国优待条件，相当于一个合同的上半部和下半部是一个完整的。大清国它不费尊荣，享受悠闲，这是什么意思？它作为满蒙维藏汉五邦联邦的共同的这个名义主权所有者，这个法律地位是不变的。它仅仅是，而这个汉区，也就是前大明国的这个主权仍然是由大清皇帝代持的，但是殖民机构的这个治权下放给了汉奸官僚自治的袁世凯集团等人，组织了一个大中华民国。这个什么意思？现在南京有南支那人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它本来的意思是叫中支那民国。那么他们作为一方和大清国的代表呢，袁世凯受命组织共和政府，合为一个大中华民国，就是南华和北华合成了一个大中华民国。他执行大清五族联邦的汉邦的治权。袁世凯这样做，所以他用五色旗，也是表明了他的正统地位，就相当于大英帝国的那个米字旗。但是大英帝国的皇室，比如说查尔斯王子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升王旗，要先升王旗，后升国旗，而王旗是高于这个国旗的。所以大清国尽管禅让了汉区治权给了袁世凯以后，但是他的法律地位还是不变的，而且特别是满洲地区是自治的，由当时的满洲总督赵尔巽和袁世凯确认了。所以从满洲收取的满洲土地给汉人耕种的这个地租，折合400万两白银。赵尔巽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再交给大清国，他是这么着来的。但是袁世凯很怕这个满洲兵强马壮，所以他就唆使提拔了一个张作霖，取代了赵尔巽。那给他这个条件以后，满洲地租归你了，你不用送到北京来了。所以奉系军阀他的真正的实力是用这个应该交给大清国的地租节流的。那没有了满洲地租怎么办呢？老袁就向关内各省摊派，说现在满洲人不听话，没事了，没钱了怎么办呢？我们用各省的盐税来给大清皇帝交400万两，要凑齐。比如说像天津塘沽有盐场，我们江苏两淮有盐场，还有四川的自流井，它有盐税。各省摊派了以后，就引起了各省对于大清国的仍然保留皇室的愤恨，是不是？你大清国离我们江苏、离我们四川隔那么老远，根本没关系，我们凭什么要拿我们本省的盐税供应你？所以这样子就引起了各省的这个呼吁，要求废除大清国的皇室待遇，太肥了。大清国他们自己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治权了，你没有了枪炮以后，你说话就不灵了。中国人就是以人一走茶就凉。大清国在退位诏书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伪大清了。我们知道，在1636年的时候，蒙古和这个西藏签订了一个哇拉蒙古1636宪章，他们是继承了这个西藏的扎迦法王跟成吉思汗的孙子，当时的皇太孙阔端有这么一个凉州会盟，是在1247年，蒙古人承认西藏的这个教权，而西藏人承认蒙古人的王权，这就是所谓叫教政合一。这个传统一直就延续下来了。那个时候，东蒙古的满洲人他们也加入了这个联盟，皇太极，并且当选为蒙古大汗，叫博格达汗。
这样子以后，对满洲人是以东蒙古人的身份加入了藏蒙联盟。我们现在讲的维吾尔自治区那个时候叫西蒙古，而那个西藏整个是被蒙古人的一个部落叫和硕特蒙古占领的，所以这是一个全蒙古的大联盟殖民机构联合征服了这个汉人。在大清国叫顺治皇帝的时候，尊者达赖喇嘛五世就到北京，就相当于上帝下凡一样的，留下了北京的皇寺、雍和宫，还有什么等等的建筑，所以这样子才形成了大清国的它的一个完整的教政合一的这么一个系统。它是以达赖喇嘛为教皇的，以蒙古大汗为护教法王。但是在1908年的时候，尊者达赖喇嘛13世因为被英国人和印度人侵略，他就跑到了蒙古，先到了五台山，因为他们到五台山是一个中转地方，这个地方有个文殊院，在他们的传说里面，这个就是有一个佛教传说，东方的保护人是曼珠菩萨。我们汉字写成文殊菩萨，但是你用广东话来说就叫满洲菩萨多。所以这样子，这个满洲人原先是称为这个蛮酋，就是野蛮的酋长的酋。这样子，他们信了佛教以后，就把这个蛮酋就改写成了满洲。这个是由当时的有一个大汉奸叫范文成，也是我们苏州人，他出的这个主意。在1908年，尊者达赖喇嘛13世到达北京的时候正当时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还在。当时的朝廷他们就说，他们不都是汉臣，他们就要求说，我们大清国皇帝对说西藏来的那一个地方一个酋长叫达赖喇嘛，好好招待他一下。他是属于叫什么？当时是由理藩院负责招待他，相当他是负责处理联邦关系的这么一个机构。大家商量了以后，达赖喇嘛应该以藩邦、以藩王的身份觐见，就是相当于朝鲜的还有越南的国王去拜见，是这么一个格式礼仪待遇。那你就得看见皇帝，你得下跪的，是吧？更何况看见太后，你得五体投地。但是达赖喇嘛就第13世当时就想，他说我是一个和尚，为众生悲孽，谁要是向我家下跪呢，我就得为他悲孽。我本来这四大皆空，我可以向你下跪，但是你就得为我悲孽了，是不是？你背得动吗？那朝廷不管他，你得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天子和圣母皇太后，你得按照我们给你立的规矩觐见。达赖喇嘛13世见了慈禧太后和光绪到底有没有下跪，这个我当时不在场，我不敢下边。但是他离开北京之后，慈禧和光绪就突然的暴毙了。达赖喇嘛回到了西藏以后，也就告诉大家这个事以后，大家一致决定是什么？商量说，这个满洲人已经背叛了1636宪章，你背叛宪章，你就自动丧失了联邦成员的资格，大清就不存在了。还有一个原因，在咸丰皇帝1861年8月份在承德热河逝世以后，一直到1911年的8月份，这个法定的会盟时间有50年，大清国没有以蒙古大汗的身份召集会盟了，是吧？这就像你请大家办酒席，我们推你做主席，给你交份子。这个习惯在夏天你避暑的时候，在热河这个地方原来是属于南蒙古的，叫卓索图盟，它有温泉，还有森林。现在的承德避暑山庄，它是满洲人、蒙古人还有西藏人一块会盟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他们都怕热。满了50年，你没有召集会盟，那你当然就是自动丧失了盟主的这个资格，你也不是我们大清联盟的成员了。你是一个满洲酋长的身份。这样子，蒙古人各地的王公，他们就
令就自己又召集了会盟，推举了当时的一个喇嘛叫杰宗登第8世担任蒙古大汗。所以大家要记着，在1808年到1911年8月份这个阶段，大清国从法律上它就不存在了，仅仅剩下的是满洲和汉人的一个联邦。所以到了辛亥革命是1911年10月10号才起义的吧，是不是？这个时候他跟蒙古、跟西藏和维吾尔已经没有关系了，他推翻的仅仅是满洲人在汉区的一个殖民政权。所以在写大清皇帝退位诏书的时候，实际上大清已经是一个伪大清，也是一个伪中华了。其中就讲了，但是大清皇帝他还是要面子的，汉臣也不懂起草的，也不懂蒙古人的规矩，他这么着就写下来了。袁世凯是个河南人，中原中州是吧？他很喜欢这个说法，他就自称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们这些汉人跟我们的三观是不一样的。三观首先就有一个历史观，他们信奉的是驻马店史观，这个是由一个驻马店人司马光发明的。他没有去过蒙古大草原，是吧？所以他生下来的时候，大宋国最北部的边界是什么？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南边界。你们可以在地图上找一个，天津有一个滨海开发区，西边狼牙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故事发生地方，山西的狼牙山镇，你从那边画一条线，那个时候就是当时的大宋国最北方的边界。所以现在的天津人、北京人这些人，那个时候他都是属于大宋国的敌国。这个又牵涉到驻马店史观，它为什么是给我们产生了一些错觉？所谓真正的草原联盟是由最强部落的霸主，大家骑马打仗，谁强了谁就是成为霸主。以前的匈奴和 Turkey 这个部落之后，又兴起了一个鲜卑部落，它是从大兴安岭兴起的，它就建立了这个国家叫大魏，分成了西魏。西魏传到了大隋国，大隋国又传给了大唐国。所以大唐皇帝为什么叫天可汗？他是蒙古草原的霸主。有了这个身份以后，后来他就跟大清国一样是南下殖民的。在公元907年发生了一个事情，唐国后来我们不是讲叫初唐、中唐、晚唐吗？还有最后一个阶段叫残唐，就剩半截了。这个残唐被当时的一个沙陀人在山东留下的一个后代叫朱温，梁王黄巢起以后就篡权了，进入了内卷时代。河南人内卷，成为河南有了5代，天下分为10国。但是在5代10国以外，大唐国丧失的草原霸主的地位就被大辽国取代了。所以真正的历史，你如果看从大唐的草原盟主的继承者是大辽国，再给了大金国，再给了大元国。大元国退出北京以后，一直还好好的活着，一直活到了1636年，蒙古大汗的位置就传给了大满洲酋长。所以你这样看以后就知道，我们很多人从小学的5代10国，其实跟草原霸主是毫不相干的。我们称之为驻马店史观，在《资治通鉴》第27卷里面，司马光写的清清楚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那么大清国这个草原霸主身份已经没有了，跟这个汉人，所以他跟这个就是大清国，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只剩下的是满汉联邦的主权的代持人，就相当于英格兰国王跟苏格兰国王这个2份王权由一个人代持，这个叫公主联邦。他们的治权可以由一个伦敦的议会去执行一个共同的一个民事权利。袁世凯当初他管什么？他管这个汉人，就是汉地18省，还有殖民到外面的汉人，
当时在满洲殖民的这个汉人是归他们管的，就相当于现在在法拉盛的这个汉人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公安厅的法拉盛派出所管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还有新疆是什么意思？其实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新疆省和台湾省，大家听到的都是不准确的说法。因为在陕甘回乱以后，有一些陕西、甘肃的汉人，他逃到了东 Turkey 的维吾尔区，跑到了伊犁将军的辖区。他们是要按照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来管理的，所以当时甘肃省就改名叫甘肃新疆省。这个新疆就是甘肃人在地方新开垦的这些农田疆土。在新疆的，就是在西蒙古的汉人，他是归甘肃省政府管的。甘肃省政府他能管到在这个东 Turkey 开垦的汉人，但是他管不到当地的土著居民、蒙古人、维吾尔人，那都是归伊犁将军管的。所以同样的还有一个道理，在1884年的清法越战以后，咱们讲到南洋舰队覆灭以后呢，大清国发现台湾这个地方，他从康熙时代他占领了以后，是由于福建移民的内斗，当时的施琅和郑成功的后代的内斗，所以大清国，你想想看，大清国富有天下，怎么可能稀罕台湾那个地方？地里刨出来几颗番薯，这边地瓜，是不是？那满洲人也不吃那个玩意儿，所以满洲国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为了贪图几颗番薯，就说了台湾这个地方是划为施琅的私人的殖民地，就相当于施琅的自己的钱庄。那你这多慷慨啊，是不是？那怎么办？你每年收地瓜的时候送一些到北京来。家皇后给我们家还有太皇太后尝尝几颗地瓜，他们没牙了，喝点地瓜粥就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884年之前，从来是法律禁止福建人、广东人走线去台湾的，抓到了那要被遣返的，是不是？那而且当时大清国那个时候讲的这个澎湖。是指什么？是指在厦门的有内海湾，是那个地方叫澎湖。我们这个澎湖是两回事，现在这个澎湖列岛根本就不是历史上所说的这个澎湖，是后来把厦门的内海湾的这个地名澎湖，那个时候叫厦门巡检司，在厦门设了一个叫澎湖巡检司，是干嘛的？专门抓这个海上走私犯的海盗。抓倭寇的这个地名后来移到了这个澎湖列岛，所以在1884年的时候，大清国发觉那个地方是个无人区，你在法律上是无人区，怎么办？所以就决定为了抵抗洋人再次侵略台湾，就把福建省改名为福建台湾省。允许福建人移民去台湾，但是这批人一定要归福建省管，而这个福建省也仅仅管理到台湾的福建移民，他不管当地的大肚王国等等，台湾的毛利人他是不管的，他没兴趣管，是不是？所以新疆建省和台湾建省，它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在满洲的汉人也是这样的。他归袁世凯管，但是满洲的像这个赫哲、鄂温克、鄂伦春、朝鲜人、俄罗斯人，他们都不归袁世凯管，袁世凯仅仅管那些汉人土著。所以我们知道大清国在1911，他是到了1912年3月份才有了这么一个禅让诏书。其实它的法律含义就是这样的。到了1924年的时候，共产国际它已经在支那的渗透力量已经成熟了。他怎么办？让蒋介石带领黄埔军，按照由大太君鲍罗廷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个指示，因为你们黄埔的这么些全中国来的这些痞子，天天练兵拼刺刀，你们得开始
到血祭刀了，怎么办？你看那个武松，刚刚开始他仅仅是个喝酒打架的一个小流氓，他没有杀过人，哪有胆呢？是不是？所以第一次杀人，他找了一个女人，潘金莲，拿她试刀。你们读《水浒》就知道了，《水浒》真正的革命风暴是从杀女人开始的。这个始作俑者第一个是谁？就是宋江。他一看以前跟我混的小弟宝晁盖居然当了江湖老大了，是不是？我的脸往哪搁？我干嘛呢？我得先干出一个比他更大的事儿，杀人。但是杀谁呢？宋江像我一样的，会读点书，是个小矮个儿，练过2、3天的这个三脚猫功夫，估计也就是马保国那个水平。所以杀人，他就杀了包养的一个小姐，叫阎婆惜。对外说是阎婆惜他们想窃取革命机密，他仍迫不得已才杀的。因为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死无对证，是不是？他缺乏旁证。但是他这杀了一个女人之后，立刻名动江湖。当时是由大周国的遗留的皇孙叫柴进，柴进身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因为他前朝让了皇位给了老赵家，所以他就跟宋江说：“没事，在我这儿留着。”他的身份相当于什么？相当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是这么一个身份。就说你这个宋江同志啊，他是未有杀妻，他是不好色，重友情，这样子，宋江的在共产国际的声誉一下子就提高起来了。所以武松还有什么杨雄、石秀这帮小弟都跟着他学杀女人。所以蒋介石以前也没有真正的领兵打过仗，他就会干一个刺杀的事儿，是不是？这个时候真正的他可以开刀了。当时有什么人？他所谓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是由于段祺瑞在保定办的军校被曹锟弄得关门了以后，中国的军校教育就搬到了黄埔，是这样来的。他们还有当时广东的一些造反的，原来就是山打根共产党香港支部的党员，他们是工人阶级，也是真正的第一支雇佣劳动者的队伍。在广州，他在香港打工，到广州没那么多功课打，整天没事干，就被整编为工人纠察队。所以有2支武装，当时看中了最肥的，叫广州西关，他隔着白鹅潭就是沙面租界了，所以他们就一致的把广州西关包围起来屠城，在各个街道口的房顶上架起机枪，不许人往外逃，用汽油把各个店铺放火烧，大火烧了7天7夜，从佛山什么那些地方老远的都可以看到火光冲天的。这样子以后，他第一刀见血之后，他就有胆了，他才跟广东东部的陈炯明去火并，是这样的。这个是在1924年的10月份发生的事儿。那共产国际在北京的总部一看，南方已经开始动手了，怎么办呢？就让在北京也动手。当时由冯玉祥带兵这个暴乱。那么这个法律程序是怎么完成的？是由当时的蒋介石的这个老乡和把兄叫黄福，他原来是在前一届张绍曾内阁里面是当教育总长的。你绍兴失业搞教育，是不是？他就组成了他新一届内阁，他自己是做了国务总理，当时的大总统曹锟给他绑架囚禁起来，准备枪毙，后来没毙。总统没，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代总理，再代总统，由蒋介石的老乡把兄外交总长王正廷，还有一个陆军总长李书成。大家记着，这个时候是在1924年，而在1921年的时候，他家里已经召开了共产党所谓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他家里有这么3个人，由李书成下令给军阀冯玉祥执行黄代总统的命令，去逮捕了曹锟，驱逐皇帝溥仪出了皇宫，并且由外交总长向各国公使馆汇报。
所以中华第一民国它的从法律上的颠覆是在1924年。这样子，大清皇帝就丧失了汉区的主权，但是他还剩下满洲的主权。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931年的时候，他回家去成立的是满洲国，而不是大清国。这个原因，从法律上说，它是自有满洲主权，由台湾人叫谢介石作为外长，还有我们苏州人郑孝胥当总理。所以满洲国从它成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汉奸国家。在满洲掌握政权的是我们汉奸前辈郑孝胥，还有台湾人谢介石等等这批，从1895之后，日本人培养的一批台湾精英。日本人那个时候在满洲国的作用是什么？是铁道警察。因为由于它的铁路网在到处的建设推进，而它的铁路乘客都能有钱，而且铁路还有货运，所以在那个时候啊，铁道游击队是最来钱的生意。你随便抢就是了，是不是？你随便逮这个人，骑马冲出的这个山林，把他铁路弄停了，抢他钱，抢他货，抢他人，抢他娘们儿，这样子就造成了满洲铁道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铁路警察部队。所谓的日本关东军其实就是一个铁路警察部队，而当时这些铁道游击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哈马斯。这个哈马斯组织，他们后来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东北抗联，它是这么着来的。所以当时所谓说日军侵略满洲，屠杀抗联烈士，其实它事实过程就是铁路上的这些武警去捉拿这些抢劫犯、恐怖分子。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如说现在不是说有个巴铁吗？一带一路的巴铁，是不是？你从红旗阿拉山口什么通到巴基斯坦去，沿路建那个铁路，那巴基斯坦人他也要认为你是中国人来侵略了巴基斯坦，来建铁路。一看铁路上有东西有人，他不得抢吗？那中国不也得派武警去护路保镖吗？是不是？他就这么很简单的这个事儿。那么大满洲在那个时候，它的国际地位是一个很奇怪的。我们讲两个事儿。在1992年的时候，在2004年的时候，我在纽西兰练法轮功。我们当时有一位很好的一位大哥叫陈维健先生，他介绍我去做义工，为一帮法轮功老太太开车送他们开会，帮他们做展览怎么样？那老太太是长春人，叫隋桂英。她原来是1949年19岁就当了法官了。我就跟她聊天，我说我们老家镇江是全中国最先进的地方，自古就是，大家记住，自古就是中国最先进最发达的地方叫镇江，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因为它是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我们说纽西兰怎么没有管道煤气呢？我们镇江在1992年就有煤气了。这个老妈妈告诉我，她说我生下来的时候，我记事儿起，我们就是用管道煤气做饭的，这不吓我一跳吗？对不对？1919年生，也就是说，他1949年是19岁，也就是说他是1930年生的，也就是说他5岁记事，1935年，他长春大满洲国就有管道煤气了。后来别人告我说，那历史更早，大满洲国有煤气管道是在1910年的大连就有管道煤气，到了1925年的时候，长春市就已经普及了管道煤气。这什么概念？你说日本人说侵略满洲，但是你想想看，在1931年的9·18事变之前，日本人就已经为满洲人普及了铁道和煤气管道，这是什么概念？而且这个9·18事变，真正的还不是日本人挑起的，是张学良的弟弟叫张学成，他挑起了以后，因为张学成想继承张作霖的事业。
他认为张学良背叛了张作霖，所以他发起了9·18事变，成立了叫东北人民自治军，他自己是做总司令。那张学良就命令他手下的一个黄参谋潜回满洲，暗杀了他的弟弟张学成。那么这么着没有办法了以后，你想想看，这帮人东北人脾气都比较暴，他万一他一急，他把这个煤气管道都给你引爆了怎么办？还有那些煤气厂都有那么庞大的煤气罐，是不是都给你弄爆了怎么办？所以日本人他没有办法，他得保护满洲的安全，到处是铁道游击队、哈马斯恐怖分子、塔利班恐怖分子，对不对？还有就像什么也门海盗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在满洲叫马匪，不叫海盗。这些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日本人说还得让你们这个支那人自己治理自己，这样子就想起了大满洲酋长溥仪，说您回来吧，你回到你老家，帮助让他们建立一个太平秩序。但是溥仪皇上他是在北京长大的，而且他说话还不是北京，不是我们现在听到的北京话，这个什么是一口大碴子味的，就在冀东地区和辽西之间这么一种大碴子味的，而且他还不懂日语，你说那怎么办，对不对？他身边日本人给他派了一个保镖，叫工藤铁三郎，这个人当初是帮助同盟会干革命的，但是日本人知道他忠心，但是很多的社会事务溥仪跟他没法交流，那怎么办？刚好日本人培养了一批台湾人，他们没有就业机会，就到了这个满洲，因为他们学过普通话，是汉人，是皇帝的老臣子，他们又懂日语，这样子是由这批台湾人在满洲人和日本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作用，并且他们把日本的管理经验带到了满洲，形成了满洲国的一些真正的文官系统，还有科技干部系统。我们知道蔡英文的总统当时他的父亲就是在大连飞机场修汽车的，因为飞机场他们很大，它有很多的通勤用的汽车，是吧？客车、货车，飞机场还有个汽车修理厂，这就是蔡总统的父亲的来源。所以你想想看，日本人很高明，他培养了一批台湾人，用他们去管理这个汉人和满洲人。朝鲜人是由日本人直接管理，所以在当时在满洲所谓的二鬼子，它有两拨，就是文的二鬼子是台湾人，武的二鬼子才是朝鲜人。所以在满洲国，它既存在台湾这个番薯，还有高丽棒子，它是这么着来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大满洲国第二个发达的是什么？是大豆。我们今天在洋帮小孩一吃最喜欢的是什么？炸薯条、肯德基，还有麦当劳，他把牛肉馅饼、牛肉馅做成饼，在油锅里一炸。到处的还有炸鸡块，还有我们不是现在还吃了一种肉叫 toast， 整个牛腿给它扎紧了，放在高温油锅里面炸。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洋人国家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一切我得告诉你，全部是从大满洲来的。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而在历史上，二战以前，欧洲人、美国人他都是吃不起炸薯片的，这个炸鸡块他们都是吃不起的。您看看，在二战前的有没有肯德基，有没有麦当劳，有没有？没有。而日本那些上千年的历史的店都不稀罕，这是为什么？日本人最初他到满洲，那个时候是日本在上海有一个三菱商社，他其中有个雇员跑到满洲去旅游的时候，在我们读到历史书里面，好像说是日本人先打下了这个朝鲜，再打下了满洲。其实这是一个错觉，因为那个时候朝鲜和满洲之间存在的一个长白山脉，它是过不去的。而且日本人他那个时候仅仅，比如说1895的甲午战争以后啊，他仅仅是日本人在朝鲜的势力大了，
它的走的方向，它直接从日本可以开船到大连，到营口，营口就是北三口通商之一，它到那个地方去，它不会通过朝鲜直接到吉林、黑龙江，不存在这条路线，那时候还没形成。所以上海的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一个职员，先跑到北京去度假，又跑到了满洲内陆，就发现了在满洲的那些地方深山里面有一些闯关东的县民，那些采生客去偷木材，去偷人参，还有偷雕，他不要弄些皮货是吧？满洲到处都是狍子、梅花鹿这些动物，他们去偷猎。在小块地方，他们种植了一些大豆。日本人以前也看过这个大豆，但是就发觉在满洲的大豆长得特别的肥壮，而且特别是他们发现了野生大豆，它跟汉区种植的这个大豆已经是退化的品种是不一样的。所以日本人就在满洲，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干，就让那些人说：你们进山砍木材也太累，也会砍完的；你们去淘金会淘完的。我教你做个事儿，你们种大豆，我来明年秋天我来买你的大豆。那关东人本来他就是农民出身，是不是？一看这事太好了，比整天钻老林子去逮狍子那要轻松多了。那是真的吗？不信，日本人给他定金。你们有谁想做这事的？我给定金给你，你去种大豆，那这不好点？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把家里收的黄豆往田里一撒，是不是？这样子以后到了来年，日本人真的来收黄豆，收了以后用马车赶到这个营口，上船运到大阪。日本人这样的把生意做大了以后，就把大豆卖到欧洲，因为日本人跟荷兰人他具有传统的贸易关系，荷兰人买的这个大豆在全欧洲，包括英国，这样子以后有这批荷兰人就掌握了大豆的营销网络。大豆可以干嘛？它可以油渣，榨油，豆渣做饲料，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大豆油它的沸点比较高，你像一般的用油菜的菜油或者橄榄油这些油它的沸点太低，达不到高温，它的产量不能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所以一下子由此开始，欧洲人原来都是吃什么？吃水煮水煮土豆。那个时候欧洲人最好吃的饭就是清水煮的这个土豆，抹点盐，就那么着就是饭了。它也没有炸鸡，没有什么。那个时候英国人吃鸡就跟广东人吃煲鸡汤是一样的，把那个老鸡拿个清水煮一下，还煮不烂，那么撕扯着就吃了。所以有了大豆以后，欧美全球一下子风靡了吃这个油炸食品。那个时候的日本人的船是怎么开呢？他要开到营口去装大豆，从这个大豆运到欧洲，到了鹿特丹把大豆卸下来，再开到英国的利物浦去装煤炭，运着满船的煤再到大阪。所以日本人开创了用大豆换煤炭的这么个贸易。那个时候满洲还没有发现煤矿。随着大豆贸易的进展，日本人他到处要收大豆、运大豆，那总是用马车去运，运输量太小，而且这个马车很容易被抢劫的。所以日本人就要在满洲从营口开始，他就要修建铁路，沿着大豆适合生长的地方修铁路。在修铁路的过程当中，他不得到处挖吗？就发现了铁矿和煤矿，这样子就有了本溪的煤矿、鞍山的铁矿，还有最大的抚顺露天煤矿。为什么要提这个几个城市的名字？因为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直辖市有15个，其中7个在满洲，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本溪、抚顺、鞍山，它是这么着来的。而且这个几个地方培养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3代领导人，全部是在满洲企业里成长起来的。大家知道吗？长春拖拉机厂，也就是一汽的，出了个江泽民、李兰清。
丰满水库出了一个李鹏，鞍山钢厂出了一个乔石，还有原来满洲人民共和国又叫东北人民政府的出了一个朱镕基，他这些人才是这么样来的。所以大满洲国，但是它由于它的发展就支撑了日本的力量。满洲这块土地，它支撑了日本军队跟中华民国蒋伪国民军的战争，支撑了中华人民解放军，实际上就是张学成创建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从那儿发展来的。他成立了东北人民政府，跟蒋介石的战争，还有跟朝鲜一块儿去对抗南韩的韩战。满洲这块地方，因为它才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战争，可见满洲地大物博，人才雄壮，而它优美的灵魂是什么？就是大豆。那个时候，满洲人、日本人和荷兰人合伙经营的大豆，它占了全球大豆市场的80%。但是现在这个80%的市场在哪儿呢？在美国人所控制，他们又在巴西开拓了大豆种植，他反季节的，半年在美国的农场里种植，当季节到巴西去种植，这样子才有了全球的大豆供应。所以我们现在吃炸薯条、炸鸡块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满洲大豆。所以二战期间，或者说二战之前，所谓英国，他是不承认满洲国的。因为他认为你满洲国本来你大清国和中华第一民国的，你是他的一个部分，你的被俄国人的蒋介石占领吞并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认为你是法统的继承者，主要是因为大清国他把他的全国关税的收税权全部委托给了英国，而如果满洲国和满洲国他为了要跟南支那的这个关税分开，委托日本人去代管关税，这样就是引起了英日同盟的破裂。所以这个满洲国这个字儿，它是一个日本语的叫法。你去日本就看到，他们就有什么肥前国、越后国，就像这个春秋战国的吴国、楚国一样，它就是指一个地方政权的这个国，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满洲国从它的日语的意思来看，它就是满洲地方的一个政权，它没有牵涉到很高的法律层面的东西，它和中华民国是不冲突的。这就是为什么满洲国承认了汪精卫先生领导的大中华民国。这个大中华民国就是指南支那、中支那和北支那3块合成的，叫大中华民国。那么满洲人就回到了他的老家，他们自己自治的这个状况叫满洲国。这在这个法律体系上，我们都可以看各种国际公法都在的条文，都可以去研究。到了1945年雅尔塔体系的时候，这个蒋介石是被美国人提拔的，就参加了。这不刚刚开战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开罗宣言、什么波茨坦公告这些玩意儿，其实蒋介石自己也知道。他是被美国人当枪使的，也被苏联人当枪使。所以到了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雅尔塔协定要签写雅尔塔密约了以后，这个蒋介石是没有参与的，因为人家真正的大佬不带他玩的。你像起码一个斯大林就明白，这个小蒋是我当初派人培养的一个狗腿子，是不是？他来跟我这个会盟，这不乱了辈分吗？不承认。所以斯大林就说：“美国佬朋友，咱哥们儿，你别拿我培养的狗腿子来埋汰我。”这个时候，蒋介石很想跟美国签订一个同盟条约，就派宋子文去了。宋子文得到美国人答复说：“兄弟，没你事儿，你别认错了门槛。这个你是我们美国培养的精英，我们承认的，但是你的老板没有来我们美国留过学。”他有苏联的学历，是不是？还是共产国际执委，是不是？而且你们中华民国只有一个党，不像我们这2党制，所以你怎么办？你应该这个家谱你不能乱了，你还应该跟你的老板斯大林正式的签一个同盟条约。
这样我们就关系就清楚了。这什么意思呢？我跟斯大林和罗斯福是这个平辈儿，你插不上，你得先跟苏俄去签这个同盟条约，苏俄愿意带你玩，我们才能带你玩，并且告诉他，你如果不签这个条约，那我们将来发波茨坦公告的时候就没你份儿。是不是？波茨坦公告它会决定将来的东亚的关系，关于日本的等很多。所以由于美国人的表态，蒋介石包括当时他以前的王正廷这些人、宋子文这些人都不敢签这个协定，因为你这不掉身份吗？让我们露出家底儿，我们是苏联的狗腿子，是不是？本来我们到处跟人家吹说是我们跟美国是铁哥们儿，是不是？二国。你在现在台湾不肯签以后怎么办？结果老蒋就派了蒋经国主持这个事儿。这就是我们在共产国际里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阿廖沙蒋同志，弄了这个协定以后，中苏同盟条约就讲了，大概是在1945年预先签理好了，将来的满洲问题要尊重蒋大元帅的意见，尊重中华民国的利益。有了中苏同盟条约以后，波茨坦公告里面才带了蒋介石的一个名儿。然后到了1945年，到了8月份，美国人爆了2颗原子弹以后，麦克阿瑟发布了1号将军令。这个划分战区是这样的：台湾是还有越南的北部是由蒋介石去占领，这就是将来你的势力范围。满洲和朝鲜的三八线以北是由俄军占领，这个什么意思呢？他划定了大满洲是苏俄的殖民地。苏俄对于这个满洲他也懒得管，他苏联人喜欢生活在高寒地带，他怕热，到南方他容易生瘟疫。满洲人那个地方有好多的汉人去，是吧？他也不想管。这个麦克阿瑟的意思就是，这个满洲应该是像朝鲜一样。由苏俄和中国决定南北分治。当时苏联也懂这个意思，就是派了原来他们远东军区的一批汉人，叫周保中等人，跑来这个换牌，叫东北人民自卫军。当时还有一个俄语翻译叫刘亚楼，后来做了林彪的参谋长。其实他是把当时苏联太君科瓦廖夫的指示翻译成俄语给林彪，把他的战略部署。因为苏联人那个时候他有大规模的铁道战和坦克战的经验，就是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欧洲全部是用铁路调兵的，这种战争经验是国共两党两军都没有的。而在满洲已经是现代化战争了，大规模的铁道战、坦克战、大炮战。所以在1947年之前，到1945到1945之间，苏联人在1945年、1947年之间，苏联和美国的意向都是满洲南北分治，在满洲的北方，在四平街以北扶持一个北满人民共和国，由原来亲苏的周保中、刘亚楼这些人。所以后来他们也可以跑过去，在四平街以南的南满洲成立一个亲蒋的南满共和国。这个战略部署棋牌是这么画下的。但是老蒋他如果是成立一个南满共和国，那他以前让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不就是错了吗？他不能证明他的错，而且他也不能把张学良、黎世英、臧启芳等人放回满洲去成立他们的南满共和国。他想的是怎么算盘，先把这个满洲变成他家太子蒋经国的自留地，所以他就派了蒋经国，还有太子太师叫熊式辉，是在赣南扶持培养蒋经国的，也是保定军校的老哥们儿。又派了他的最亲信的陈副统帅陈诚跑那儿去，他还把云南军原先是从云南派到越南去接管的，但是这批人不能让他们回到云南，原来龙云的部队，他要把这批云南兵就叫滇军，让
他们派到辽宁去执行占领接管，应该来说是准确说是接管，就是说苏联红军已经受降了日军，他们主要是去处理跟原来的满洲国军的关系，接管苏军撤走后的真空。你想想看，这云南人一辈子有几个见过下雪的？是不是？他们到了满洲，那怎么玩？而他们一走，老蒋派他的军队就去剿了这个龙云的气，因为老蒋最恨的就是这个龙云。当初他很想跟着汪精卫跑，那云南处在四川和越南之间，他帮助了汪精卫逃到河内，并且准备迎接汪精卫。如果势力强的时候，云南军就会入四川去逮捕蒋介石的。老蒋记得这茬，一定要把这龙云灭了他，这样子就一定要把云南军调到满洲。这么一个战略布局，就导致他们都非常的被动。首先，蒋经国跟陈诚这个俩人，就相当于共产党里面毛岸英跟林彪的关系，是不是？按照家族制，应该是爹传位给老子。但是按照党组织纪律，应该是传给副统帅，所以这个俩人就闹得不可开交。结果美国去负责调处调查的一个人叫魏德迈将军，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就说中华民国在满洲搞得很糟，陈诚和这熊式辉两个集团争权夺利，卖官鬻爵。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吧？叫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位子，还有奶子，五子登科。你想想看，他们这些原来在四川这边蹲的这么些，浙江这些都是南支那人，一跑到满洲小姐，很多都是有跟俄罗斯混血的这个半白种的小姐，是吧？比东莞小姐可要高级多了。还有以前满洲有很多的洋房，大家不要以为日本人说在满洲国就建立了日本式的小平房，不是的。在满洲国那些年里面，有日本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都有，他们建了很多的洋房。所以中华民国的大园区肯定要抢这些房子，抢车子，抢金子。是吧？这个多得不得了。还有什么要抢位子，他也要设置一些官员。陈诚到那儿以后，他当时是东北保安司令，他下令满洲国军全部解散。这样子以后，他要肃清汉奸。这样子以后，每个人都得摸自己后脑勺。他本来好多年都是当兵的，想想看，一个人他当了14年的兵，他也不会什么手艺，都是政府发工资发福利给他的。他突然的被遣散了。还要被追查你以前的汉奸罪，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得行贿送礼，说你是原来蒋民国的这个地下工作者是白去打，是吧？这样子以后，要不然你是汉奸罪，你得抄家烧灭族的。这样子把大批的军官还有文官这些人就赶到了共产党那边去。而我们知道共产军他们当初所谓的八路军，是不是？八路军也是后来发明的。是瞎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共产党当初他的确是黄埔军校的正宗。那个时候讲老孙总统那个时候统编了全国的每一个省有一个番号，比如说第4军是广东军，第3军是云南军，第几军是第7军是广西军。所以他们为什么就要争4军的番号？结果用了黄埔军校副校长李济深的番号，就是老4军分出来一个新4军，这么着。这是用于招安了南方8省的小股土匪，叫新4军。后来在华北战区是怎么办呢？当时是因为在西北已经是由张学良进关之后打垮了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所以是用了张学良手下的3个东北军的师的番号，有了一个115、120、129这个3个师。后来，但是他们这个3个师说我们要一块行动的时候，我们得用个招牌，又想起李济深还用过一个招牌叫八路军，这么着
他们自己私刻了一个公章，叫八路军。但是没几天以后，国民政府给他正式发了一个番号，叫第18集团军。但那个时候私刻公章的成本是很高的，是吧？他做了八路军，他们做了各种肩章、徽章都发下去了，那他没有钱另外再做新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就一直私刻公章的八路军就一直就这么叫起来了。而日本人也喜欢称他为八路，八个牙路，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八路军他们到了1945年以后，他们抢关东的时候，当初这个带队的是谁？原来东北军的一批老将叫万毅，还有这个好像是万毅原来是在渤海军区的，还有一个呢叫吕正操，在所谓我们看到地雷战就是吕正操打的。还有一位东北出生的，在共产党里面军衔最高的是周环上将。这么几个人回去带着这部，你想想看，他们原来都是湖南、江西这些土匪，他们说话东北人也听不懂。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周环、万毅、吕正操，包括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就告诉他们别说话，你一说话，咱东北人一听你就是南蛮子，就不跟你玩了。他们就当了这个带路党，就告诉东北老乡说，我们是东北子弟兵打回老家了。所以你想想看，这些东北人一听说东北话的这个八路军，跟说云南话的蒋伪军，他们觉得谁轻呢？是不是？那肯定东北人支持谁，不就很明白了吗？我的一位二伯父在黄桥战役以后，他原来是汪民国的和平军，后来到了车桥战役以后，被黄克诚的那个部落收编了，就变成了共军。他说那个时候他们跟着黄克诚，苏北新四军闯满洲有2条路，一条是从山东渡海到大连，还有一条路是一路小行夜赴。他要走到河北之后，山海关被蒋国军卡住了，过不去。他们要经过内蒙古，再进入满洲。所以他们走这条线以后，他们就被这个原先的满洲国军视为自己人。他们当然痛恨来侵略满洲的浙江人、云南人、四川人，是不是？所以历史有它很复杂的背景。当时满洲人民自治军又叫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叫四野的，它是有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日本人、俄罗斯人，还有蒙古人，它是一个6国联军。你想想这6国联军它多厉害了，肯定能干得过这帮浙江人、云南人的嘛，是不是？你们可以不信，你们可以看看中国的历史上什么时候出了一批浙江人，出了一批彪悍的军队的，没有，是吧？所以老蒋他出于他的这个小算盘考虑，他把原先应该放张学良回去建立一个南满共和国的预案给他报废了，变成了这批云南人就打不过东北人了。所以再加上他又越过了四平街，那立刻引起美国人的这个抗议。你们怎么违背了这个爹和妈给你布置下的作业？你这乱做是不是？你的野心太大了。人家刚刚好不容易灭掉了一个希特勒，又打垮了日本，怎么能让你蒋介石成为这个希特勒2次元呢？你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民主中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这个一定要灭你。先告诉他，让他不许过四平街，给你赶紧撤回四平街以南，给他美元断了，是吧？那边苏联人一看，把当时的关东军让他们把军装一换，你们也叫东北民主联军了，朝鲜人的这些兵全部给他一换装。所以所谓辽沈战役、满洲战争真正的原因就是被苏联改编过的满洲国军打败了蒋伪民国军，其实还是俄奴和俄奴的战争。这么撕逼了以后，所以老蒋他就
没法玩了。那当时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的聪明的，一看行情不对，美国人已经给这个老蒋断了粮道了，是不是？立刻就知道，原来老蒋到处拍胸脯说他的靠山是美国爹，现在这爹不让你靠了，那怎么办呢？大家纷纷的就参与了倒蒋。这就是为什么从1947年以后，老蒋就兵败如山倒。最后他还干了一个事儿是什么？货币改革，他原来叫这个法币。这个法币它的币值原来在汉人地方，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汪精卫先生领导的，它的币值是很稳定的。但是老蒋接管了以后，他的法币，他派军队到上海啊，到处他不得买粮食、买什么东西吗？他就得印刷钞票，结果通货膨胀了以后，数字很大以后怎么办？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这个人周恩来的秘书季朝柱的哥哥叫季朝鼎，他们出了个秘书，是通过他们是山西人，通过孔祥熙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我们赶紧换这个币种，叫金圆券。这一收兑以后，同时把民间的黄金、白银、美钞、外汇全部收归国有，你只能兑换一点小小的。但是当时有一个银行界大佬叫张家敖，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大佬张公瑾的这么一个大哥，叫张家敖，应该张公瑾是老大。张家敖就讲了说，你这个金圆券一发，那你几个月之内就要亡国的，就是金融崩溃的。老蒋权衡利弊，最后决定还是发，因为他要用发金圆券的一道法令，他才能在上海赶紧抢劫这个黄金白银，包括什么程度？包括杜月笙家里都被抢了，他的这个儿子被抓去拷打调查，还有一位是这个荣毅人的爸爸荣德生也被抓去敲诈勒索。所以那个时候江苏人都非常的愤恨老蒋，宁可这个银毛倒蒋。当时领头的领袖也是我们镇江人，叫林玉秋，这就是三点水加一个命令的令，玉是驾驭，秋是秋天。林玉秋这个人，他是辛亥革命时候的江苏军队的元老，他就组织了民盟访问团去延安，因为在具体的这个过程中是老蒋所预料不到的，他要去各个地方都有法币，中央银行各个地方都有分行，是不是？那他得印刷了很多的金圆券，用这个飞机，那个时候雇的是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飞机。去干嘛？把这些金圆券运到那些开封、什么西安这些大城市金融中心去换法币。那这个飞虎队的这帮人，他已经雇佣兵了，是不是志愿兵？他不是你的政府军。那他跟这个共产党也是哥们儿，他们的飞机就把共产党的那些大员将军送到他们要去的战争前线。共军每攻克下一个城市，这个法币都让这个飞虎队没事，你还可以运。由于金圆券和法币它没有严格的收兑，由于战乱它没有严格收兑，结果他们预想的一换一没有实行，结果变成了两种钞票同时流通。而且共产党每攻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实行物资军管，就是社会主义政策。同时他把这些沦陷区的法币和金圆券通过飞虎队再运回蒋管区，交给白区党，再拿这些金圆券和法币抢购白区的物资，再运到红区。这样就是说你的货币量增加了1倍，而你的这个是你自己能控制的市场，你又缩了一半，是不是？这一下子排水倒灌，这就导致了蒋民国的金融崩溃。这个也是他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他。所以老蒋民国你看的不行了，撤。特别是什么，在大满洲国，他从大蒙古继承来的一尊这个马哈嘎拉，就是大黑天菩萨，
这个金身从忽必烈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直供在沈阳的石圣寺的。当时沈阳的市长是一个叛满投忠的一个中统特务，叫徐什么的我忘了。他把金佛从葫芦岛运到了上海，还想把这尊金佛运到台湾去的时候，那金子可值钱是吧？结果运载这艘金佛的船叫太平号就沉了，这就是著名的太平号沉船事件，由此导致了中国大陆彻底的赤化。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人在1947年就否定了一个强大的一统的民主中国，而这种思想呢，是孙中山在1921年受共产国际唆使发布的三民主义大志所阐述的。这套思想呢，到现在还在被中国的所谓反共的流亡者所继承着、宣扬着。他们以为说，建立一个强大的一统的民主中国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他们不知道，这不是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至于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李登辉总统讲的七国论。希望大家，我们这个聊了一些历史话题以后，对于大清国到大中华民国，还有将来我们怎么走，我们可以找点时间慢慢的去思考。找些朋友慢慢喝茶，慢慢聊。正逢伟大的圣尊达赖喇嘛今世贪真牙错陛下90华诞，我们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佛友们、法友们，还有爱好和平、爱好绿色的，我们一起为尊者庆贺90华诞，并且祝福 Tibet、East Turkey、South Mongolia、Manchuria、上海、台湾、香港各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谢谢。